嘿，大家好，准时见面，有人吗？看我这怎么样？看我这怎么样？哼，这有点意思吧？大阪城，大阪城又开了柯南的主题商店，因为4月12号今年的剧场版就又上线了，所以每年差不多3月初到8月份，大阪城那城楼边上那个楼，那楼是原来就是战后大阪一开始的那个警察局，那个楼里有柯南的主题商店。嗯，还吃了是能变小，对，但是有点大，吃不进去啊。下午好，下午好，看看等等人。上午去蓝山了，就是京都那个蓝山，人山人海的。现在还不是旅游季呢，人山人海的。可爱的抱枕，谢谢您，谢谢您。膝盖受伤了，半月板和韧带有点损伤，没事儿。你看我这个伤还没好呢。今天早上跑步，今天跑了21公里，而且不太慢，4分40多。呃，前10来公里都还没什么事儿呢，就还是疼，但是基本上没事儿了。然后回来以后又开始疼了，这种没办法。最近脚踝内侧韧带伤了，下周末就是无锡马拉松，那没办法呀，这只能是你赶上了就接受吧。目标330，平常有氧那就跑530呗，没事儿，就生病啊受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真的。第一次赶上直播啊，我每周六都是这时候，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事情，没有比赛的话，你看今天早晨吃完早饭，我俩就走了，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京都的岚山，然后转了一上午，中午在那儿吃饭，吃完饭十二点多都是日本时间啊，12点多坐车回来，1点20到的家，然后2点半直播就还可以。感冒也没有全好，就是鼻子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症状，这很正常。就是你感冒啊、生病啊，然后受伤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就这段时间就消沉一点就好了。你看我最近跑的这么少，到现在半个月，到昨天半个月也200公里出头了。我昨天3点睡的，今天能跑步吗？您现在问，就说明现在还没跑呢嘛，对吧？可以，没事儿。有准备100K 的比赛了吗？有啊，开始买东西，哈，买背包。我在国贸附近边吃饭边听你直播，吃了哪家呀？那就那个新城国际里那家咖啡厅，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大家有机会去那儿吃早餐或者早午餐，周末的时候真的太好了啊！我这应该不是鼻炎，上周经历了一次感冒，还没有全好，咳了10天，还能跑步吗？你要不发烧什么的，我觉得慢慢跑没事儿吧，没事儿。下月去韩国参赛吗？去国外跑，提前几天到。韩国有时差吗？1个小时是吗？那不用跟在国内一样。请问你觉得纵2训练有用吗？我觉得有用，但是其实对一般人来说用处不大。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太强度太低的跑对一般人来说训练就是意义没那么大呢？是因为一般人的跑量太少了。你看我跑到500、600公里一个月，我觉得低强度的常规跑对我有用，因为它维持我的训练状态。
累积我的跑量，然后呢又不影响我的强度训练。如果一个月只有200公里或者是300公里，我真心觉得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应该相对快一点。蟹黄面、龙虾饭我没吃过，我生活太乏味了，真的，小伙伴们。我最近就想，为什么这最近周六老出去呢？上午就以后可能每周六早晨起来的，片子可能我都提前录。每周六以后决定周六上午都我俩出去转转。确实是，这天天待着没什么意思，是不是？练力量，练核心力量、腿部力量的话，呃，可能大腿不重要，一般人大腿都不缺力量，臀部肌肉和踝关节吧。Ultra 有什么表带我现在是这个，但是这个表带还有它那个野径回环的那个表带到了夏天出汗都味儿比较大，就是你洗不干净的。只有硅胶的可以没有味儿，但是它那个硅胶那个潜水那我觉得有点太笨重了。但是它表带都是通用的，您可以带普通 Apple Watch 的那个硅胶的，夏天可能好一些吧。今天我在屏幕上贴了这一个年度，不是自然年啊，就一个年度2场我的重大比赛的证书。佳明支持吗？应该是支持的。您看一下 Stride 的官网，说的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所有手表的适配，包括怎么配置。而且 Stride 的好处是它还有繁体中文的官网，哎，您可以看看。这2场比赛是时隔这么多年，真的是我第一全力以赴的准备，第二全力以赴的参赛，第三成绩还不错，我挺开心的这一年。因为前几年确实是训练练的不好，然后各种的状态都不好。我今儿还收了一个私信，我们就隐去姓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位小伙伴去东京跑了东京的马拉松，我看啊，我还能找到，应该还能找到。稍等，对，去东京跑了马拉松，然后因为可能状态不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成绩，跑了3小时10，但是期待是破3的，然后而且是有女朋友在终点加油，然后他呢就有困惑说，哎，这个他完了以后很沮丧，他女朋友挺高兴，他说我没有破3，我不行，我难受。然后女朋友不理解，说他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他觉得不能共情，然后再加上状态不好，后来还吵架什么的。我跟他讲的是说，虽然我没有遇到您的情况，但是您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就您女朋友不了解马拉松是正常的，了解才是不正常的，是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呢，如果您希望得到家人朋友的共情，那么就多和他聊您的训练，聊比赛，聊马拉松的新闻。您愿意和我说分享这些，是因为您觉得我能理解您，而您这么认为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懂得马拉松。就是这样，我觉得好些人会遇到这些问题吧，多沟通。是有点累，最近一是有伤，一有伤的话，训练就比较的艰难，就每一步都特别小心翼翼。今儿早上跑21公里，跑完挺累的呢还，然后再加上感冒，感冒持续了5天，开始好转了。现在除了有这个可能鼻腔分泌物过多的症状，已经没什么症状了。是比较疲劳，而且最近工作稍微有点忙。就是您不可能什么事儿都喂到嘴边上，就是我住的是最合适的，我通勤的距离是最合适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都不是的，都是你自己创造的。
你跟你的家人朋友要沟通，这样他们能分享你的快乐，然后理解你的痛苦，然后你和你的工作要一起奋斗，多挣钱，然后多找出路，这样能有更好的生活。然后像你看专业运动员努力去训练，然后获得更好的成绩，包括你们看，比方像吴向东这种，就是我可能觉得自己以后那不可能跑一辈子马拉松嘛，那给自己再找下一个发光点去做 UP 主这种，那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如果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对吧？临渴而绝景这种事情一般是不解渴的。您好，还有讲英文的朋友在问候，不是你们不能说人家，就是每个人其实就是眼前的事情都是不小的，但是其实远处的事情才是大的。但是很多人会被眼前自己觉得不小的事情困住的，我也会的。就比方说，你看我早上起来跑步，我突然我发现我的伤情还没好，那我就会沮丧啊。但是这个可能在1周以后的我看来，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对吧？比方说您今天晚上都暴饮暴食了一顿，第二天早上一看体重上涨了呀，但是您可能当时觉得这是个天大的事儿，但是其实它不是个天大的事情，对吧？就每个人看眼前的事情都会觉得，哎呦，这事儿不行了，但是很少有人能特别的远虑。我昨天看是昨天吧还是前天看见 SpaceX 那个发射，我看的心潮澎湃，就是那个东西，那个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跟周围那些观看的人成比例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人类能放眼到那个位置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是世界上的绝大少数，对吧？绝大少数，大部分人都是眼前的柴米油盐。单次训练可以到16公里，尝试半马行吗？行啊，你就差5公里了，溜达下来也行啊。主要是纠结是否添块佳明。佳明的表是这样，佳明的表您买就买，现在要跑步的话就买265吧，其他的不考虑了吧。明天就守全马了，有点小感冒，好紧张啊。首马还好吧？首马，呃，努力完赛，开心开心体验。博哥从去年东京马拉松开始，心态明显好了很多。是的，就是为什么心态会好呢？还是我刚才的那个逻辑，就是一旦有了远处的东西等着你，心态就会好。你看，从去年开始，我的一切的比赛、生活规划，我都说了算了，就是我的时间就定下来了。比方说4月10几号跑波士顿，然后呢，12月是12月吗？不对，1月底跑大阪半马，2月跑全马，然后呢，可能春节回北京，然后这些9月份有那个东京的半马，10月份有东京的半马，9月份有长居的半马，这些我都知道了。在这些情况下，那人活的就有意思。你要是每天我老举那个例子，这就跟被判了死刑的囚犯一样，你老想着我的第二天是不是要枪毙我，你这怎么弄啊？这日子没法过，是不是？在这儿想北京嘛，我那天分享过，就是春节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分享过，就是呃，有的时候想，有时候不想。以前其实是挺想的，会怀念一些那时候觉得特好的东西。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不管在北京的时候想这边，还是在这边的时候想北京，都没有意义，因为你的怀念或者想的东西，可能其实真实不是那样的。您真看到以后会失望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放在心里，其实特别好。有直播回放，就是那个上周的直播回放，明后天就会发。确实是我说的话太多了，家属在做字幕。对，心态很重要。同样的总跑量，跑1休1和跑2休1哪个好？都有点强度，都有点低。如果是以马拉松为目标的话，我觉得至少得连续训练3天。10月全马最少几月
必须开始训练周期。其实啊，大多数普通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所谓的训练周期，因为您不可能那么科学的。那你要非让我说呢，可能提前4个月可能是个合适的时间，开始有规律的去训练。我看北京半马报名人数都快10万了，太厉害了。我其实都不知道在哪儿看这些，我不太关注。我报名了北京和上海，看抽中哪个吧，然后还得看我时间的安排。特步5.0 Pro 感觉比平时穿的大半码，我没什么太明显的感觉。10公里最快49分钟，半马能破2吗？有难度。是用 AI 识别语音啊，但是要校对啊。绝大多数的 AI 现在你看，像剪映那个是比较的，呃，小模型，因为它其实剪映那个识别是把你的声音要发到它的服务端去的，那应该是个很小的模型，否则不会那么快。然后像 Whisper 的几个大模型，就是 large 的模型，还有对中文调优的我都试过，但是你是要校对的呀，你要校对就要建立在每一行都有错字的预期上，那你就要每一行都看一遍，对吧？你同意我的观点吗？就是时间是不可能变少的，就像我剪辑视频也一样。就说我这期录的再完美，一镜到底，那我也要看一遍呀。如果剪一个30分钟的视频，就至少需要30分钟，您说呢？就 ASICS 那新鞋吧，我觉得是看着挺好的，说是180多克，对吧？没试穿呢，还没有。碳水复活法到底有没有用？有用，但是如果您在4个小时以外的全马成绩，那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没必要。30公里配速357，全马250有希望吗？有希望啊，有希望。如果是全力以赴的357，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对，如果您觉得跑完以后，哎，我还能跑几公里，那我觉得完全没问题，而且很可能您就破了245了，就有可能会跑到354，有可能的。对，现在就是 AI 识别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我的字幕在其他平台还是3国语言的，就是不光是要校对，还要考虑断句，这样的话你的翻译才能翻译的更准确，对吧？我现在 AI 识别就是有的时候是剪映那个小模型，有的时候就是 Whisper 的，但是 Whisper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字幕的时间轴有的时候会出错，然后这个没办法，然后再之后校对的时候呢，其实 AI 就帮不上什么忙了。对，这是大阪马拉松的那个比赛服，左右脚跟待着疼，跑会儿就好了，怎么破？跑跑就好了，真的真的真的没事儿的。我不推荐买255，我觉得您要是买佳明就买265，就所有电子产品都是买新不买旧，真心的。冬天发烧了2次和跑后恢复关系大吗？是会有一些关系的。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之后是会有免疫力下降的。像什么肌肉怎么练这个，我建议您搜一下互联网，有很多的视频跟教程，我不专业的。明天仙桃马拉松带家属跑欢乐跑，不错啊，给您点赞。但是255只要1780，我不知道265多少钱。但是你要还是我刚才那个逻辑，我买东西的时候就是买新不买旧，然后你要有好的我就买好的。为什么呢？我会想，我今天可能多花几百块钱或者1000块钱，可能我眼前看觉得哎是个大事儿，但是呢，比方说我下个月再回头看这1000块钱，它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述，我不是说消费主义，只是说，嗯，因为这东西不可能您买了以后就用一天。您要说我今天吃顿饭，这顿饭一个400，一个800，那我今儿吃了400的，我可能明天不会说因为没吃800的就怎么着。但是它是个东西，预算不够，那我就帮不了您了呀。
预算不够的话，我建议，如果您觉得要2551780的话，不如买 Pace3。对，如果有预算问题的话，如果是 Pace3和255选的话，那就选 Pace3喽。确实是，如果都是新的话，入门跑者 GT4够用了吧？就是记录设备是这样，它并不是说这个设备的好坏与是否昂贵，是它的生态要开放。您肯定希望在10年以后，像我现在我跑步10年了，我还能看到我第一次跑步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归我，我想把它传到哪个平台就传到哪个平台，对吧？我的眼镜啊，我平常跑步不戴眼镜，然后呢，戴的话是这样，就是你看我这眼镜上有一个这个东西，这叫什么？硅胶的，哎，可以稍微的结实一点。跑步不会把脚跑大，但是人随着岁数的增长，脚会稍微大一些。我5公里17分吧，17分整。我有视频的，您搜一下，就是大概去年夏天夏末的时候，嗯，但是在大本城那个180度折返的路上测出来的。我没有认真的测过5公里和10公里，十公里好久没测了。我所有10公里的 PB 好像都是在马拉松的赛场上啊。对，我又把头发刮了，总刮一次，时不时就刮一次。俄勒冈能买到，但是都是转卖的了吧？啊，网站早就不在了。网站 Oregon 那个网站，他们宣布解散那天早晨就访问不了。佩斯4想的早点吧，这种东西我觉得都得是1年半到2年一代吧。您别客气，我没有什么就是都是不成熟的经验。对，我得借着咱们这平台，我得看看有没有那个神通广大的观众能帮我联系联系，能帮我联系联系拍摄设备的厂商的，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路子，然后想拉了赞助，看看谁能赞助我拍个100公里。要是大家有路子的话，可以帮我引荐一下，好吗？轻功的帽子还是 Nike 那个？要跑步的话，两个差不多。但是我因为要拍摄，所以只能是 Nike 那个。轻功那帽子后边那儿那个卡扣是凸出来的，那别不了相机。对，不一定是直播，就是我想录像，但是我现在什么设备都没有呢，就是呃，运动相机、电池、存储卡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试试乳酸检测仪？那个太贵了。那个我看过，就是专业队教练在场地边上拿着，跑完以后赶紧给扎一下那个东西，是吧？那我看过，那个真的太贵了，我承受不起。但是我最近想看看那个日本这边有卖，也是跟实时血糖那一样，但是它是检测你的酮体的，就是有做生酮饮食的那种人用的，也差不多300-400块人民币。佳明255如何？19号国行降价，最高1999，最低可能1788。就如果您真的价格不敏感，一定相信我买265，不要买255。就是这真的，我觉得它不差那几百块钱的事儿，几百块钱能买到的东西，您不用下个月，您下礼拜您就把这几百块钱忘了，可能您花完了就忘了。Pocket 3真的不合适百公里，Pocket 3特别不合适百公里。而且到夏天以后，可能不能老拿着 Pocket 3来跑步了，那个不防水。全马后半程会比前半程更足外翻吗？
是有这样的人，这就是说您的力量能力下降了，但是我应该不会了，有一点点吧，可能。我几乎从来不喝饮料，我特别不爱喝和吃甜的东西，从小就不爱。我从小喜欢吃苦的，然后喜欢，我不太喜欢吃咸的和甜的东西，吃的喝的都是。965我觉得跑步也不太合适，太沉了，太重了。如果只跑步的话，265我觉得可以，或者是配子3吧，现在这两个选择。跑步需要天天喝蛋白粉吗？完全不需要，就跑步甚至您吃素都没问题，真心的完全不需要。现在 Apple Watch 不记录数据了，就是我天天带着。Apple Watch 其实给我带来的很多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现在没有替代品的。比方说，我不带手机，它能实时收各种消息，然后还能在耳机里帮我读。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比赛的时候能追踪到我在哪儿，就很准确的我知道我在哪儿。帽子戴着紧吗？不紧啊。单纯跑不做力量训练可以吗？可以。这边平台 Roger 张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还是重名？您是东京马拉松从澳洲来跑的那位 Roger 吗？我们见过面的。就那天参加那个呃第二次录播课 MRC 那个跑团的节目，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还是在小宇宙？这个就是肯尼亚那种，当然这是家属做的，在这边买的珠子。这其实拍摄方案我是有的，我就是第一不好意思开口，第二找不着路子。比方说像 Insta 360，我是有认识的小伙伴的，但是我觉得就我很少主动我找人要什么东西。然后像大疆也是，大疆我是完全没路子，也没人就联系不到人家，所以大家有引荐的可以帮我忙。其实就是我想来想去，就是一个杆儿、一个运动相机和3块电池。还有我弄两张存储卡就解决问题了。其实不需要，连充电宝都不需要。咱们实话实说，我觉得可能大疆的那个电池会比较合适，因为它那电池盒是封闭的，就那3块电池。Insa 360的那个电池盒呢是开放的，那个就不太好带。当然，我可以不带电池盒，带3块充满的电池也可以。我估计我可能几个小时就能完赛，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那拍摄设备也可以租赁，是的，但是这边相对差一点，因为这边怎么说呢，就比较的，就是你租到的都是就相对旧一点的设备，我比较期待能拍的质量好一些，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像那个 Insta 360那个 Go 那个相机，其实它完全可以有空间把传感器做得大一些。如果它放一个1英寸的传感器，或者哪怕做成特体，就是那镜头要稍微的鼓，就是上下鼓出来一点，我觉得都 OK。但是不行嘛，对吧？然后安堂那个东西呢，我觉得见仁见智了。安堂那个东西，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为什么意义不大呢？就是像膝盖关节这种地方，本身血管就少，它就为什么我们韧带损伤或者说软组织损伤好的慢呢？就是因为它本来那块血管就少，它输送的过去的养料就少，然后您再靠吃那点氨糖输送到那儿，再让它吸收再有用，我觉得啊，几乎没什么意义。远程录的那个播客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这边是用了大疆的2代麦克风录了，发了原文件给人家，但是人家其实不是专业做这个的。那个麦克风是这样，那个麦克风你录音的时候，单个麦克风录出来的是单声道的，
不是立体声的。你要在剪辑软件里处理一下了，对方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弄，所以他就没有用我录的那个声音，而是用了微信公放录出来的声音，那个是那样的。我是录了的，我有原文件的。对，至于拍摄跟录音跟那个直播的方案，我不缺方案的，我就是还没想好用什么。杨小杨，博哥，我跑步也十几年了，那您别叫哥了，我觉得您应该比我年长。但每次跑到10公里，虽然还想继续跑，但又会觉得如此继续有些单调，所以每次都只跑10公里。想问问您20公里的心态是什么？嗯，这怎么说呢？就是我刚开始跑20公里的时候是很挑战自己的。我分享过，第一次跑连着2天跑二十公里的时候，第二次跑20公里那次我是奔着挑战的心态去的，所以我就没有枯燥的感觉。之后支持我这样训练的是我从中获益，就是我觉得单次，就像我今天发布那篇视频我提到的，单次的跑量的增加是对您的马拉松成绩有巨大帮助的一件事儿。尤其是突破15、16公里以后，我认为大概对绝大多数普通人，16公里左右会迎来一个小的门槛。从16到21公里是一个调动身体从消耗糖到脂肪这么一个过程，而我如果每天都调动这个过程，我在比赛中这个过程调动就会非常好。我是从中获益了，所以它支撑我这样训练。另外，我想实现那时候我想要300公里一个月，后来我想要400，现在我想要后来是500，现在我想要600。那你每天跑10公里不够啊，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我跑20公里也会有那个，有时候觉得哎呦时间都这么长啊，这是没办法。那家属还给倒杯水。4个训练日必须要有一个长距离吗？不必须。第二脚指甲一直磨出水泡，那可能是鞋稍微小一些，可能是鞋稍微小一些。家属开始跑步了吗？家属没开始跑步，但是家属的那个信用卡银行送了1年的 Keep，刚充上的。高职线上训练课您怎么看？我觉得任何有规划的课表，比方今天干嘛，明天干嘛，对我来说意义都不大。我觉得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就是多跑，就多跑就解决所有问题。跟杨小杨跟您在北京住的很近，我就住团结湖，希望有机会偶遇。行啊，下次回北京偶遇啊。我进步太慢，但是总是很浮躁，怎么办？这个我觉得不单纯是跑步的事情，可能，嗯，这我真不好说。就是您可以试试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儿，不一定是跑步，找到这个感觉就好了。扁平足5到6分配能上碳板吗？能啊，您只要觉得经济上能接受，就完全没问题。中午好，中午好，没有晚，没有晚。在京都跑过吗？跑过，那年在京都旅行的时候跑过，就鸭川河畔，就最适合跑步的地方，很漂亮。或者是我那次是住在鸭川靠近福建道和大社那儿，那次来旅行的时候，后来就没在京都住过。嗯，从那儿跑到二条城，在二条城绕一圈，体验也不错。主要就是鸭川吧，鸭川周围跑步感受很好。后面那个数字代，后边那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这个 apoptoxy，我念的对吗？呃，4869，这不柯南那个药吗？就吃了以后就变小了，就啊一下，对吧？是吧？apoptoxy，然后4869用哈气 loku q，对吧？
但是它这标签为什么在这儿呢？标签应该在后头啊，这太难看了，这个后头啥都没有，对吧？这设计的有点，这个多少钱？1000日元是吧？2000日元，我这100块钱呢，不便宜呢。这我吃不下去，这个个太大了。19年关注您到现在了，感谢您。雨中漫步321特步是不是发了个那个推送说321什么什么要发布新鞋？但是应该不是那个6.0，我拿到的消息是应该还要有一阵子。那天心理建设了好久，说要不要联系一下特步的小伙伴？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忘记跟人家问新年好了，因为就是我没备注错过了，然后我觉得哎呦，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我说6.0有消息吗？我拿到了一些消息，但是可能还要再等一等。闭麦的鞋还行，闭麦的鞋有两个极端吧，就是像惊叹2.0那种很适合精英穿，然后这个惊叹 Fly 呢，我穿稍微差一点，有点软，就可能全码在330左右，330到400左右的小伙伴穿可以，但是很便宜。260X 当日常训练鞋很不错呀，很不错。10公里38分56，半马130机会大吗？130是多长时间？90分钟，机会大呀，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我现在戴着眼镜比赛我不戴眼镜，但是确实比赛不行，就这眼镜比赛出汗也不行。跑量够了，但没长距离可以吗？可以，但是可能没有长距离那么好。体贴入微的夫人看上次家属追着跑拍的大斜坡，感谢您啊，是啊，是不容易，那个坡，哼，Hoka 的鞋穿过吗？就那天东京马拉松博览会那个视频里，我还穿着它跑了一次跑步机，还行还行，挺有劲儿的。我还没去过日本啊，那可不是一个 Roger，已经订了机票，非常期待4月中下旬偶遇。可以呀，4月中下旬那就下个月了，那个时候正好大阪城市内的樱花会开。还是杨小杨，想再问博哥一个问题，我平时除了跑步，还挺爱喝点啤酒的，挺好啊。看您视频有时候也喝一些精酿，请问一周一次会影响吗？不影响，不影响，一次5、6瓶左右也不影响，没事儿的。我现在是这样，我喝不了高度酒，我从小我酒量不行，就我其实遗传的比较的失败，怎么说呢？就是我母亲那边酒量都特大，而且都特高。你看我姥爷1米8几，我妈妈1米7，而且我妈原来中学时候还是跑得还挺快。然后我爸爸呢也1米7，而且呢就是一喝就多，但是我这酒窝是跟我爸一模一样，然后我的脸型跟我妈一模一样，然后我就是个儿又矮，然后呢酒量还差，这真没办法，所以我就喝点啤酒，喝点清酒，一周一次完全没问题，你每天都喝一杯都没问题。就马拉松这事儿啊，马拉松运动员就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喝，你不喝大了就行了，真的没事儿啊。哔哩哔哩弹幕发不了太长，对，它这个，哎，怎么说呢？可能也是系统的限制啊。还说一个事儿啊，明天上午我可能在其他的平台开直播，就国内平台开不了，因为国内平台都不允许在国外的户外直播，好像得报备，我也没有路子。你看我在 B 站做这么久，我都这么长时间了，一个哔哩哔哩的这个运营人员都没有接触我，没人理我，所以没办法。就跟去年的大阪马拉松的直播一样，就在别的平台。明天上午是大阪城接力马拉松比赛，我跟家属去观赛，开个直播跟大家聊聊天。有回国比赛的打算吗？有啊，我报了北京和上海的半马，看能抽上哪个呀？B 站的涨粉和收益最近如何？
B 站的订阅一直是持续的上涨，但是收益持续的下降。哎，跟大家聊两句啊。今年是2024年，如果在2022年，我能有现在的 B 站的流量，那个时候我在 B 站的收入大概能比现在多出将近4倍。就是这几年每年 B 站的收入会打一个骨折。像以前 B 站的收入就是那个叫创作激励，那时候还不是广告，就是它其实没有一个公开的算法，就是你有播放量，然后你就有收入。然后后来就变成掺杂了一部分好像哔哩哔哩的广告吧，就是大家可能能看到视频页那些广告，就跟 YouTube 一样。然后后来有了充电，现在我的播放的收入是我总 B 站收入的1/3，而这个收入一个月，反正这么说，买菜都不够，就坐地铁都不够，真的不够，不开玩笑说。而另外的平台，大家如果关注我知道，我有大概13000的订阅，都已经快跟哔哩哔哩差不多的收益了。而且那个平台就单纯的就是靠播放的广告，所以哔哩哔哩这样做的话，其实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认为一个内容创作平台要让创作内容的人赚到钱，就是我必须说，我就静下心来拍内容，我就能赚到钱，而不是今天去想办法接商单，明天去想办法卖东西。那样的话，就脱离了我本身做内容的价值，而内容，不管是对我还是对这个平台，都是更有长尾效应的，对吧？那商单和买卖东西这种，肯定它的长尾效应是不如内容的。谁都希望一个平台，大家来这儿搜，就比方现在好多人都不上 Google，不上百度，而去小红书搜，为什么呢？就是我有内容啊，我有内容呢，我能搜到内容才是真正的。那你必须得让创造内容的人能够获得收益，对不对？那反过来的话，我现在就特别困扰，这真心特别困扰，没办法。对，那对啊，他 B 站亏损48亿，那得自己先想办法呀。就比方说，我是个地主，我雇了个长工，我地主都要饿死了，然后我不给长工发钱，然后我说我要饿死了，那你要饿死了，你自己想办法呀，对不对？想办法开垦新的土地嘛，是不是？没别的意思啊，抒发一下情感，确实比较难。参加一下最美马拉松，来新西兰皇后镇，我调查一下。你好，博哥，您和以前德云社说相声里，我没有亲戚，而且我对那个他有一些微词的啊。对，博哥跑了1年半了，2400公里跑量，不错呀，每月大概150左右，只能有氧6分，不错啦。1年半跑2400，每月150，比我1年半的时候强多了，别想太多。但是6分是稍微慢了点您可以试试我的建议，每次跑的时候呢，都想办法跑快一点，很快就会有突破。我明天参加台湾万金马拉松，能替我加油吗？替您加油，王浩浩对吧？我们给王浩浩加个油，明天马拉松加油加油，好吗？初跑者初跑超慢想减重，请问该有氧跑还是全力跑？全力跑啊！我对初跑者就是全力跑。昨天被消防队拉爆了，没事啊，您只要不是被消防车拉爆了就可以。国内内容创作目标带货软广告正影响力，对，但是其实卖东西这个事儿，对他自己也没有好，也没有长尾的好处啊，对吧？专注3K、5K 需要练有氧吗？需要，3K、5K 一定需要练有氧。有空来新西兰玩和我联系，我记下您了，Peace F，我记下您了，谢谢。博哥，你对短跑运动员转战马拉松且成绩很优秀，出战就有接近世界水平的成绩有什么看法吗？那他可能一开始入错行了呀。我也喝不了高度数，尝试过好几次威士忌都失败了，只爱喝啤酒，很喜欢那个麒麟啤酒啊。麒麟是，我觉得日本拉格系列的啤酒，麒麟是最好喝的，朝日是第二，其他的都不太好喝，都太水了。威士忌我还行，但是只能到42度的，一般我都喝38度的，你再高就不行了。像二锅头那个，我真招呼不了。800米中跑需要练有氧吗？不需要。
800米中考，我给您个建议，您要是有400米的操场，就是300米全力冲刺，走100米，别走100米，您就从100米那终点那儿横穿操场，大概走个那70-80米的样子，再全力300米，这样跑间歇，跑个7-8组一堂课，一周跑2次，跑3次，您800米闭着眼睛都满分。无锡大概率下雨，能分享雨战心得吗？一定戴一个有这个檐儿的帽子，能戴隐形就不要戴眼镜。这种帽子，任何雨战你的眼睛都是安全的，而且很舒适。然后鞋穿一双看着别有太多海盐的，别太吸水的就 OK。亚索800测试准吗？对初跑者完全不准。我现在测试可能准，就是您要做到全马不掉速，亚索800就准；全马掉速，亚索800就不准。就这样，就是这么个感觉。1000米怎么跑进330？您要求不低，330不是已经不是纯靠努力，很多人都能跑进的了。1000米跑进330就得玩命的拉强度，就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办法，找个操场那么跑。博哥什么时候跑间歇？半马240，半马140以后吧。对我嗓子还是不太舒服，嗓子，你看北方人说嗓子疼，南方小伙伴喉咙痛，对不对？哈哈，我理解了，就是确实一过长江以南，可能我的这个频道名就不太好念了。那天录播课就是他们真的念不出黑影来，就北方方言、北京方言，是不是？您要是常年一直戴眼镜，从跑步就开始戴眼镜的话，您第一次戴上眼镜跑的时候，会有那种飞起来的感觉，特别特别开心。应该还不是花粉症，因为大阪城内还没有开，就我眼睛没有症状，而且我也没有花粉过敏，就是上周感冒，上周突然有一天嗓子疼的就不行了，然后慢慢恢复。但是我5K 进不去20，5K 进不去20太正常不过了，很少，就是大部分人训练都不一定能进20。实时血糖监测仪跑完全马胳膊会疼吗？不会，那个大家看我那个视频，紧接着不就是摘的视频吗？摘的时候我才发现，它那里边那个留置的那个针是软的，那个硬针就是辅助扎进去的，等于它是那个硬针里边一个软针套着的，它一扎以后，那个硬针从外边从那个发射器就吞出来了，等于里边是一个软针，并不是那硬针一直扎在里头。那个带来的不舒服就是这儿一直贴一个东西，你要贴14天，是这么一种不舒服。那睡觉压什么的都没事儿。我想再八卦一下，佛哥最爱的啤酒牌子是什么？呃，是您住团结湖吗？是哈，您去国贸3期，就国贸商城，那个叫鲜啤吧 Beer Smith，您就搜鲜啤吧国贸，他们家的那个零售 IPA，零售就是灵敏的灵和野兽的兽。如果您爱喝 IPA 的话，那是我今生喝过的最好的 IPA，原来没有之一，现在有之一了。然后他们也有罐装的外卖，美团能特别便宜，外卖比堂食要便宜得多。那是我在北京最喜爱的餐厅之一。哎，他们家那个零售 IPA 是最好喝的。如果是水啤的话呢，可能还是您说的吧，麒麟比较好。坐标伦敦，我想问博哥，还有再来伦敦跑马拉松的计划吗？有，我特别喜欢伦敦，而且很遗憾的是，去伦敦那次的家属没跟着去，就我一个人去的。虽然那天跑崩了，我有在跑6大的想法，但是现在说实话，通胀太严重了，就有点贵。欧洲可能还行，日本没问题，美国我可能经济能力不一定能承受得了3场，因为美国3场都要2刷，还得再来一轮。也许有可能有可能想比方把这6场都跑进3小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剩芝加哥、纽约、柏林和伦敦。柏林很容易，我能直通；芝加哥、纽约也能直通，伦敦就很难了。伦敦要么我去申请个 Pacer，这是个曲线救国的路子，要不然就是买名额。但是确实这一趟再下来的
经济开销，我现在有点承受不起，确实是有点承受不起。你看我现在还有咱们频道的收益，我都不行。频道的收益对我来说真的是，我觉得他就是生活中知道我的人，我会跟他们分享大概能挣多少钱，都说太少了，确实是太少了，就少到大家不能想象，真的太少了，就几乎够我买这些相机和麦克风的。哈哈哈。对，国贸饭店1层那真的是挺好喝的，您可以试试。当然，您如果爱喝苦的，它那个柑橘的那个苦的那个感觉特别的到位。但是这种精酿餐厅，就是他自己酿酒的餐厅，一般它标的酒精度数都不准，因为可能这一桶酿好了，它要卖3天，可能第一天跟第3天的酒精含量就不一样了，有时候一喝就多，有的时候呢还行，您可以试试。他们今天好像还是个活动，今天收到推送了，什么什么Patrick 节什么的，Patrick 是什么节我不知道，前两天收到的。他们时不时有活动，然后周末有 Happy Hour，他们家汉堡也挺好吃的，他们家那个汉堡和烤鸡翅特别好吃。那天他们给我提了个建议，说吃的可以，但是别流哈喇子，就别流口水。怎么看乳酸阈值的训练法？这是我最推荐的训练法。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乳酸阈值跑是提升马拉松能力的最有效的办法，比间歇跑还有效。上海偶遇爱尔兰人的节日我说怎么是个绿色的 logo 呢？懂了，感谢您。上海偶遇，上海偶遇，但愿我能中吧。上海不是不好中吗？对吧？成都双遗马拉松10几公里80米持续上升，那是挺陡的。半马自测119多久能114啊？您可能永远都114不了，真心的。哇，感谢您，王志明，感谢您，您破费。有机会台北马拉松偶遇，感谢您。今年会去跑台北的。博哥对维生素等非能量营养有什么见解？我觉得维生素可能有一点意义，其他的一般吧。买伦敦马拉松多少？我那年是2万，哎不对，我那年是1万2，就我买那是纯名额，就不带酒店什么的。2018年1万2，而且特别的奇妙，是一个旅行社在京东上卖。半马114是大多数人穷极一生你努力练也达不到的，别说114了，我给我自己的评价是我就是全职干这个，从现在开始我也不可能115了，真的不可能，你想的太多了。我觉得119的话，您先想想怎么能跑到117开头，117就已经是您就这么想吧，跑到117开头的话，就得是3分35到3分40之间的配速了。你要想进115，您算算配速就知道了。中国田协主办的比赛都有田协认证吗？这还是我那天说那个问题，咱们这儿都是微信，你还去官网，所有马拉松的官网上面那大的横幅都有一排那个小 logo，有田协，有国际田联，有什么 ARMS 什么的，你看它有哪个，或者比赛那个所有的广告横幅上面都会印那个的。今年密云马拉松已经是世界田联标牌赛事了，是，但是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您得不指着它干什么，对吧？佛哥全职跑步的话，多做肌肉训练可能能有大进步。我同意您说的，但是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做不到。比方说，我今天练腿，其实我练腿也不是负重练，就是小重量做弓箭步啊什么的，但是会影响第二天跑步的状态。我可能就是跑量和力量训练之间要有一个平衡的维持。5分配能买碳板吗？所有配速都可以买碳板，只要您不觉得贵就 OK。我去年10月底自测半马149，今年底有望130吗？有希望。就是半马是这样，半马120都很容易，想进118就是一个小天花板了，就不是谁练都行的了。你们看我们跑团里的这几位小伙伴，
就跑得好的这几位，对吧？都能看到的。您每天盯多久电子屏幕啊？我每天可能得弄不好得8、9个小时。如何缓解？你别太较劲，看着它，买一个好点的显示器就 OK 了。怎么评价大正全马219？了不起啊！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就知道有这么个人，这就是有天赋嘛，有天赋就可以啊，就可以这样。没天赋，你要是就普通人，我就是普通人，而且我是普通人里不是很有天赋的人，穷极一生的天花板，你再努力，可能就是半马116，全马240，这是我觉得两个坎儿，就不太可能再快了。能进这两个就已经阿弥陀佛了，真的是这样的。下一位，海外业余爱好者参加日本马拉松都要抽签吗？京都马拉松、神户马拉松都是先到先得，然后大阪的半马也是先到先得，你就看官网那个RunNet 就是 RunNet 点 JP 是日本的官网，它有一个 RunNet Global 就是所有日本的比赛，大家可以看一看，它都好多先到先得的。还说呢，我不跟大家聊过，我同事在马耳他数字移民，为什么数字游民嘛？然后说4、5月份找他玩去，遇见一个尴尬的事情。呃，我先回答您的问题，什么证书可以被接受？什么证书都可以被接受，这儿不挑那些的，绝大多数都 OK。而且这边几乎没有要成绩的，除非您要直通，没有要成绩才能报名的，不像国内的。我说找他玩去，然后就说怎么办签证啊？我合着不能回北京办呀？然后就看这边，大多数欧洲的国家，他们在马耳他，马耳他在这儿好像都没有领事馆，这就办意大利的。然后意大利，因为日本人去哪儿都不用办签证，就大家能想到的国家应该都不用办签证。这边所有的驻日的使领馆的网站首页都是那个日本人不需要办签证，日本人不需要办签证。然后，但是我得办呀，我就查各种的这个大使馆，给大使馆写邮件，大使馆好像几乎没有这种业务，他们也很生疏，到现在还在调研中。北半马提交的大阪马拉松的成绩，听天由命吧，可以的，都是人审。天赋是不是跟跟腱长度有关系？我觉得耐力项目关系没那么大，短跑会有很明显的关系。而那个也并不是说他跟腱长你就能跑得快，而是说受伤的风险小，你的训练水平就会高。如果我一个月能练1000公里，您一个月只能练100公里，肯定我比您强。您不想练1000也并不是不刻苦，而是可能我练到100公里就受伤了。明天参加台湾万金石马拉松，欢迎博哥抗力哦，您客气了，来台湾跑步，博哥参加比赛，台湾的比赛吗？明天是首尔马拉松，对，好多人去首尔了，但是在新加坡认识的那些跑步的人都去跑首尔，说首尔好容易出成绩。对，首尔马拉松号称亚洲最速赛道，博哥有跑过吗？我没去过韩国，一次都没有。有机会吧？那照这么说可以试试。今年会跑台北马拉松，今年肯定会跑台北马拉松，因为我可以直通就可以确定名额。这样的话就差办手续。我妹妹在大阪领事馆工作，有需要帮助直接找她，感谢您。但是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大阪的意大利，意大利住大阪的，我还要办欧洲的签证，兄弟，我明白您的意思。关键日本人去欧洲不用办签证，所以在这儿的欧洲的国家的使领馆都不太熟悉这个业务，尤其这儿是大阪，只能找领馆。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人真的是那天内部就是那上周的看樱花那个会员视频，有一段家属给剪了，但是呢，我觉得我挺想唠叨唠叨的，就是我其实一直自认为我是一个不太有天赋的人，而且整个的从上学到工作到现在这一路走下来是很艰难的。但是我在耳边总会听到很多说
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什么呢？我也能分析出来，就是你看这一年在这儿生活，或者那一年在新加坡生活，我能感受到一些文化冲击和异地生活的艰辛。我就回想，我好像从小在北京生活长大，我也没有去其他城市漂过，对吧？从签证这事儿就能感受出来，我原来办签证都是去使馆，到大阪以后发现又得找领馆，然后可能还得看领区。后来我就发现，国内好多小伙伴要办签证还得去离开自己的家，去这个领区有领馆的城市。哦，我发现世界好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年我确实有好多变化，很多事情不像以前那么拧，这也是对我的影响之一吧。就像在日本认识的朋友，在其他城市生活，要去英国要办在九州地区的朋友要办签证，最近得来大阪的英国的领馆。要是东京人呢，就可能哎我去哪儿都是使馆，就不一样。真的是大阪和东京的气氛有区别吗？马拉松嘛，马拉松气氛区别不大，生活的气质区别还是很大的。大阪很轻松，很愉快，然后很接地气；东京很严肃。会稽型跑者的天花板更高吗？我觉得是的。比方像田中先生，他如果努力去多堆跑量，因为他跑步其实年头不长，他肯定是比我要成绩好。我现在马拉松配速4分45的水平不错，轻松跑什么合适？5分45吧。6分是有点慢了。隐形眼镜有推荐吗？我就买那最便宜的博士伦的半年抛，因为我平常生活不戴嘛，就最便宜的半年抛，然后买几个日抛的留着去参加比赛或者出差的时候用。我们新西兰这个小城市今年5月18日有一个马拉松比赛，去年的冠军是2小时21，第3名240，您可以来拿名次。感谢您，有机会我记下您了，PSF。下周3月24日无锡马拉松，想听听博哥的赛前分析。他们不是说要雨战吗？如果是雨战的话，就放低预期。但是无锡的赛道挺好跑的，就算雨战也不会很滑。我觉得是个好天气，应该是个好天气，可能会稍微的气温比马拉松出成绩的气温高一点点，但是是个出成绩的机会。有何观赛要点？哎呀，那个赛道不适合观赛，因为它没有什么折返，只有25公里以后那儿有一个折返，但是那儿很荒凉了。就如果家人观赛的话，可能就要不在起点看看您，或者在终点等您就好了。我是东京往返，建议先游关西还是先游关东？如果您第一次来日本，我建议去东京。对，东京给人的感受不一样的。东京能看到，就是去任何一个国家，我都是建议先去这个国家最发达的地方，看看人家的好。我去哪儿都是这样。然后，对，你要去东京，感受真的不一样。之后呢，东京的坏处是它周边的旅游的地方少一些，没有关西这么多。东京最多去横滨，去镰仓、江之岛。对，江之岛现在是季节，然后就差不多了。嗯，第二次来可以考虑来关西、大阪周围玩的就多了。你看阪、神、京、奈，要大阪、神户、京都、奈良这4个地方之间的车程就是1个小时，然后好多旅游的地方，然后好多好看的地方，好多古老的地方。因为日本关西是比关东有古迹的，因为关东的地震比关西多，所以自古以来建都啊或者名胜古迹在关西比较多。后来关东才发展起来。而且现在日本虽然东京是大家认为的首都，但是其实日本是没有首都的，它的宪法里是没有首都的。老哥受伤了还一直这么跑不休息吗？对呀，他今天又去 Park Run 了，早上起来先给我发了个截图，跑了5公里，后来又去 Park Run 又给我发了个截图。我考虑过近视手术，但是现在又不考虑了。报了北京万马，等抽签，顺其自然。我的判断就是，如果您要是京级人士，在京生活，成绩不差，中签的几率很高，他还是会考虑这一些。
就我不太相信马拉松，就国内好多马拉松，或者是包括国际的马拉松，我不太相信真的是100%靠运气，他肯定也希望你的竞技水平高嘛，会有加权的，我猜。15岁我要参加多伦多半马，求训练建议。那我仍然不建议一次跑太长，我觉得15岁的小朋友单次训练不要超过14公里，然后尽全力以赴的冲一冲吧。西马观赛可以到海岸城附近啊，你还有懂的。为啥会稽天花板更高呢？是因为你们看田中先生，他其实可能全程马拉松没有我成绩好，但是呢，不管是1公里还是5公里，还是5公里吧，就到5公里，你让我全力以赴去追，我也追不上，真的追不上，太快了。就他那一步出去，我得2步，就这个能力不是我靠训练能做到的。但是那天大阪马拉松之前，我们那个10公里测试，我就感觉到10公里的时候我有机会了，可能21公里的时候，我有可能会比田中先生快。所以速度不是能练出来的，但是耐力是可以练出来的。庆幸不在国内跑，抽签难如登天，除非直通。对的，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各个比赛的直通门槛太低了，导致呢直通的人就一大半。之后呢，因为经济的问题，你必须要承认，现在全世界经济都不好。直接的表现就是赞助商的名额和这些花钱的名额的比例又会变大，然后造成留给抽签的人的比例就太小太小太小了。这几乎就是您要是靠纯抽签大比赛抽不上的，因为都被直通跟赞助商名额覆盖了呀。而且国内好多直通是不限人数的，你达标了都可以直通，对吧？高驰心率必带非常不错，我一直带着它。不过周乐友跑过 Park Run 吗？国人非常热衷这个活动，在大阪跑过一次，但是因为太短了5公里，它影响我的训练节奏。实话实说，我还是要跑长一点，所以后来就不去了。高驰那个心率必带我很推荐的，不管您用佳明还是高驰的手表，我很推荐的。带老婆孩子带老婆孩子开车去领悟，听博哥直播，感谢您啊，祝您好成绩。什么比赛啊？博哥现在用 Pace Two，想越野换965，支持啊。Pace Two 现在单品的呢，还是现在如果您还在用块单品 GPS 的手表，果断的换吧。马上要面临雨战，但是我的成绩很差，430，所以不存在冲成绩的问题。有什么建议吗？觉得要穿冲锋衣吗？不需要。雨战不冷的话，还是穿竞速的一套，因为你穿的越少，吸水的概率越小。戴帽子，戴这种帽子。36岁1公里340，能练到半马130吗？很可以啊。刚刚开始跑步，有必要买专业手表吗？有必要，只要你不差钱就有必要。咱们还是到45结束，还有7分钟，好吗？佳明手表高驰必带没延迟问题吧？是这样的，就是我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我发现好多人有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这不是个问题，因为还是我那句话，隔行如隔山，就是它都是蓝牙去连接的，就甭管什么手表都是它，只要不是私有协议。为什么现在 ANT 加的这个协议我觉得不行了呢？因为它其实一开始它是个私有协议，就只要是蓝牙的，你什么设备之间连都是一样的，最多就是比方像 AirPods 那种，我拿一个安卓手机连，我可能用不了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但是在连接数据这一块都是没有区别的。不过什么时候回北京啊？嗯，不知道，我得看时间。我这儿你看，周一到周五都走不开，然后周六日有的时候还有事儿。我回去一趟挺折腾的。看大阪马拉松视频，为何称吴晓会会长？巴黎奥运会中国马拉松代表确定有哪几位？
会长这个梗呢，是我得搜一个标准答案啊，我得给您搜一个标准答案。你看，其实我遇到问题也都是搜索。铁头功协会的，我知道是我，但是我想搜搜出处，我也不知道啊。罗志章，感谢您。巴黎奥运会中国马拉松代表确定哪几位？我其实不能完全背下来，对我对这些事儿其实不太关心，我也记不住。杨少辉、何洁、封佩友，还有吴向东啊。女子是张德顺、李芷萱、白什么？白丽，哎，夏雨雨。哎呦，这个名儿不好发音，我的嘴不太稳定。男子没定，无锡还没比。对啊，无锡还没比，还有机会。对吧？那天会长给我发私信了，那天从东京回来的新干线上看完东京马拉松，会长给我发 B 站私信了，说大阪马拉松有什么4K 清晰度的素材能下吗？然后我还给会长提供下载了一些，因为得日文搜这边，就这边好多人有这个习惯，他在路边立摄像机自己拍，然后他发 YouTube 上，就是全员，然后这个通过某一个点，然后就有好多，然后我就知道，我说这视频还没剪呢，还没剪呢。我跟家属说，我说这个还得再等几天。那天好开心啊，会长居然给我发私信了。我觉得他真的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他很努力。高时运动数据 App 同步变慢了，没有发现，因为我也不太在意。回来就吃早饭，吃完早饭一看就有了。今天早上自测15公里1小时13，不错，不慢了。他有次不小心撞了头，朋友开玩笑叫他铁头功协会会长，然后玻璃擦得太干净了。我小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同学。15岁半马高驰预测143怎么样？我看看高驰给我预测多少啊？稍等，呃，我看看啊，能不能看清？这高驰给我的预测，可是为最大摄氧量可写一58，有点过分啊！我实验室测出来的是73.8，但是这预测比我的成绩强。30公里自测1小时54分26，没补给喝水，高手。那您了不起了，了不起了！这高驰给我的预测，但是我觉得，哎呀，有难度。半马、全马的可能都达不到，5公里的我的应该能达到，10公里的不知道。全马还是不敢跑，才跑2年，没事儿的。我第一次跑全马是跑步1周年的时候，高驰那个跑姿测试，就新的那个，大家有试过吗？我还是空中型跑者呢，测之前一直以为可能是伏地型跑者。现在冲半马争取拿个前3的名次。哎，我还有1分钟啊，还有1分钟。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看看有没有神通广大的观众们可以引荐一些摄像设备的接洽的小伙伴，能跟我们能联系联系，亦或是有没有潜伏在观众中的，比方说哔哩哔哩的
或者是哪儿的小伙伴，我也是想好好把这频道弄一弄，但是现在有时候不得要领。高驰海外版训练机构地图还是 OpenStreetMap 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海外版的号，但是我没用。跑字需要 POD，对，需要那2代的 POD。哎呀，到点儿了，愉快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对，上周的字幕刚做完，今天晚上吃，今天晚上吃烧肉。我们每周六晚餐就超市买那个烧肉，直接在家吃现成的，不做，要不然时间不够，好累呀、坐这儿这一会儿，我现在一关直播我站不起来，因为我盘着腿坐，腿是麻的，然后腰还特别疼。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聊聊天，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提升步频就尽量摆脱跳着跑就好了，行吧？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吧，好吗？感谢各位，然后明天会在别的平台争取直播大阪城的那个半马的小比赛，那就是个半娱乐的赛事，大阪城的那个就在大阪城里绕啊绕，所以明天早晨上午会去大阪城，然后中午在大阪城吃饭，好吗？没有不知道几点，我都不知道比赛几点开始，可能9点多，好吗？不在 B 站啊，B 站不让播。行，那这么着，大家拜拜，感谢各位，感谢各位今天的支持，好吗？拜拜拜拜啊！我们都是北京时间周六下午的1点半到2点45。抱歉抱歉，我来的太早了，应该在下次有机会啊，拜拜。